时隔4年时间，有多少小伙伴还在使用 iPhone XR 呢？正在使用的可以打个1，已经升级换机的可以打个2，变成备用机的可以打个3，可以先走一波弹幕。从去年到现在，iPhone 13用市场反馈证明了价格越低，刷新率越高。但这个定律在苹果手机上并不是第一次应验啊。比如说当年这款边框能够挺好母的 iPhone XR，用同样的方式证明了价格越低，边框越窄。那么到了2022年 ，iPhone 14都发布了，这台4年前搭载 A12 处理器、单摄 LCD 全屏的机子还能不能再战呢？一起来看下视频。随着手机多摄的普及，再加上旗舰机的相机硬件越来越卷，无形之中对于手机的后盖 ID 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几年时间下来，好看兼具辨识度的设计寥寥无几，很多机子呢都是越来越丑。现在回看它的后盖设计，满分10分的话，大家会打几分呢？左上角单摄加闪光灯，苹果 logo 呢在中偏上位置，底下呢是 iPhone 的字样，没有复杂多余的元素，总结起来呢就是简约、顺眼、舒服。当然，如果把手机翻过来，背影杀手就立马显原形了，这黑边绝了。当然有一说一，叉的下巴虽然说不如 OLED 的屏幕，但在 LCD 屏里面已经算是控制得算优秀了。问题呢就出在苹果对于全屏的设计要求是4边等宽，把下巴的宽度挪到左右顶部边框就变成了4边等粗，尤其是黑色版本会进一步增加边框的视觉宽度。不过手感方面，4年前的它面对如今的垂直中框 iPhone 可以说是一点都不虚啊。从正面的 2.5D 玻璃到弧形中框，整体呢相当圆润，边缘滑动手感呢也非常舒服。裸机实测重量呢是194克左右，唯一的缺点就是75.7毫米的机身宽度会有些撑手，拿在手里呢会有点矮胖的感觉。就最近这2年来说搭载旗舰处理器的高素质 LCD 屏机型呢寥寥无几，而在 iPhone 11之后的苹果数字系列几乎是清一色的 OLED 屏幕，并且呢还都是低频 PWM 调光啊，对屏闪敏感的用户来说很不友好。所以过去这3-4年时间里有多少小伙伴是因为它是 LCD 屏 iPhone 而选择不换机的？可以走一波弹幕看看。这块屏幕6个区块平均分值亮度呢是594尼特，局部分值亮度呢可以突破600尼特，在 LCD 屏中表现呢还算不错啊。不过户外强光下600尼特的 LCD 屏能见度呢还是差点意思。色彩方面，覆盖99.9%的 sRGB 色域，74.9%的 P3 色域，屏幕可视角度比现在大多数 LCD 屏机型都要更好，大角度倾斜呢也只是轻微偏黄。当时争议比较大的部分就是清晰度，1792×828分辨率PPI 呢是326，和4.7英寸的 iPhone 呢是一个水平了。如果是习惯了 1080p LCD 屏或者说2K 屏，那么换过来确实会感觉文字不够锐利，边缘呢会有拘实感。当然，这个 PPI 相比常规的 Full HDR OLED 屏幕折损之后呢，其实差别不大，因为是 LCD 全面屏，屏幕四周呢会有轻微的阴影出现同样是60赫兹，拖影呢也会比 iPhone 14更加明显。对比今年的红米 Note 11T Pro， 两者在亮度、色域覆盖上呢区别不大。红米的优势在于 1080p 分辨率，清晰度更高，支持120赫兹。叉的优势呢在于可视角度更好所以说高情商的来说，这块 LCD 屏放在2022年 LCD 阵营还能再战。但低情商的来说，高素质 LCD 屏综合素质的提升确实已经停滞好久了。日常使用流畅度方面，4年前的它依然挺好，比如说应用内快速滑动、多任务快速切换，不会出现明显的掉帧。一方面呢是系统动画是 iOS 一贯的强项另外呢就是 A 系列处理器的性能通常要比同代安卓旗舰 SoC 呢强许多，这也是 iPhone 能够持久流畅的另外一个原因A12 用最新的 Geekbench 5测试，单核呢是1107，多核呢是2765，单核呢和骁龙88持平，多核性能差了些，差不多是85 Plus 的水平。而4年前同一时期的骁龙845安卓旗舰，现在稳定流畅的机型应该是很少了。Geekbench 5单核多核成绩呢大概在512、2105左右。当年 iPhone XR 呢还是妥妥的游戏机，一方面呢是因为屏幕分辨率不高，渲染压力呢会小一些，另外呢就是单层主板散热相比 XS 系列双层主板要更好。那么放到2022年，它还能征服原神吗？测试结果来看呢比较失望，20分钟平均呢是34.6帧，游戏过程中屏幕亮度也是强制降到了135尼特，机身最高呢是45度左右。就这个平均帧率来看基本是没法好好玩了。不过日常玩一些负载不高的王者荣耀吃鸡呢问题不大。这款机子性能上体验最大的短板还是3GB 内存常规16款 App 2轮打开测试，叉的保留数量呢稳定在10款轻度使用呢还过得去。不过呢，只要一加入相机拍照，后台应用就是全军覆没了。所以日常使用算上微信拍照、后台听歌这些需求的话，3GB 内存后台多任务能力呢确实是比较吃紧了，每天看微信地球的次数呢也会直线上升。另外，可能是因为现在手机 App 对于性能要求变高，又或者说我们手上这台使用年限比较长了，频繁启动 App 进入多任务切换，机身的体感温度呢也会比较高。
从 iPhone 11开始，iPhone 的拍照加入了 Deep Fusion， 拍照解析力呢是好了些，但部分场景下锐化过度，观感呢反而不自然，这点也遭到了不少网友吐槽。而在一些社交平台上，有网友拿最新的 iPhone 对比老款之后，会觉得 A12之前的 iPhone 拍照观感反而会更加自然。光线充足的情况下，它的色彩和饱和度呢相比13系列会更低一些。虽然说细节表现要差一些，但总体观感比较自然。白天大光比场景的动态范围呢也没有落后。不过因为X2没有夜景模式，加上传感器尺寸和光圈呢都更小，暗光场景下的画面亮度和细节就明显不如13 Pro 了。但是常规城市夜景，即便是 iPhone 13 Pro， 高光部分的细节还原能力呢也只是比X2稍好些，远不如国产旗舰。眩光鬼影方面的老毛病呢也是半斤八两，依然是没啥改善。所以经过这3代升级 ，iPhone 主摄的硬件规格节节攀升，但是就实际的效果来看，进步呢远不如国产旗舰，尤其是夜景环节的成效表现。录像呢一直是 iPhone 的强项这一代呢在 A12加持下，录像的动态范围表现不错，不过仅限在 1080P 30帧模式下，60帧模式动态范围相比13 Pro 呢就要差许多了。目前来说，不少安卓终端机型呢都在用凑数镜头，2000以内，甚至连主摄的拍照表现都快接近扫码水平了。大明觉得，与其这样，还不如像太阳一样，既保证了后盖颜值，又可以提升下主摄素质，还能节省内部空间。根据官网的介绍来看 ，iOS 16很多机器学习功能最低要求呢是 A12处理器所以说截止到目前为止，太阳呢依然能够享受到最新系统下不少特性比如说相册的实况文本，既可以查看照片识别文字进行复制翻译，也可以直接在搜索框对照片进行文字搜索，还支持相册抠图、视频实时转文字。比较可惜的是，太阳的 Face ID 无法支持戴口罩模式，在防疫常态化的2022年算是一个不小的痛点。OK， 那么时隔4年再次体验 iPhone X可以说是喜忧参半。A12的性能配合 iOS 稳定的系统动画，日常轻度使用其实流畅度呢依然挺好。另外，在系统的更新支持力度上，太阳呢也没啥毛病比如说 iOS 16上加入的一些基于 AI 算力的新特性，A12呢依然可以支持。就这2点来说，确实遥遥领先同期的安卓旗舰。硬件上主要的不足呢，还是3GB 内存，确实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这个机子的后台多任务能力。尤其是如果你经常需要用到拍照的话，那么也可以说是杀分了。毕竟现在的 App 都是1年比1年臃肿，内存容量的需求也是1年比1年大。另外呢，就是这代机型用的是英特尔基带，日常的数据流量信号这一块的体验呢，也是要差一些。电池损耗这一块，如果你继续想要作为主力机使用，那么更换一块电池还是很有必要的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 iPhone X 的回顾评测了。手持 iPhone X 的朋友打算再战几年呢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，还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点个赞，加一波关注，这是我们继续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。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了个拜。